他不是天选之子，也不是一夜成名的故事。在巴黎，他更多时候坐在替补席，镜头很少，角色摇摆不定，有时候踢中锋，有时候客串边锋，甚至要回撤做连接，存在感被打碎在零碎的出场时间里。但一换环境，故事就变了，节奏、空间、信任度一并改变，他的球路被释放。上赛季在法兰克福，他单赛季出场48场，打进22球和12个助攻，把自己的名字按在了积分榜与数据表上，联赛与杯赛两线都稳定的输出。在德甲里，他115次射门，全联赛最高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有44次持球推进，以直接射门收尾，同样第一。这并不是噱头，是他的能力。长步幅的推进，变数的摆脱，迎面而上的对抗，直指对方的禁区。于是，在2025年7月23日，他站到了安菲尔德的球场，新的篇章即将翻开。23岁1.90米的雨果·艾吉蒂克，他的高点、速度、推进是他实力的标签。那么他凭什么让利物浦压住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埃吉蒂克是一名00后，02年6月20日出生在法国的兰斯。小时候，他常和朋友去社区的球场里踢野球，久而久之，基本功也越来越扎实。11岁那年，为了成为职业球员，他加入家乡的俱乐部兰斯的青训营。那时，他比同龄人更高、更瘦，但青训教练还是敏锐地看出这个孩子有足球的天赋。2020年夏天，他签下第一份职业合同。同年的10月17号，他第一次穿上兰斯一线队的球衣登场。18岁就代表一线队出场，是许多年轻球员梦寐以求的开始。那时他已经长到了1.90米，作为大中锋，既能背身拿球，也能从左侧持球内切向禁区推进。只是在那时，因为他还年轻，比赛的经验不多，触球的选择与节奏感尚未定型。在选择国家队方面，因为他的父亲是喀麦隆人，因此他比较早要面临抉择。但是他最终选择穿上法国队的蓝色战袍，为法国 U21 征战比赛。在这个年段的比赛里，他用一颗又一颗的进球证明了自己。例如在25年3月份对战英格兰的 U21 比赛中，他就上演了帽子戏法。从社区球场到兰斯青训，再到成为职业球员，他足球生涯正按照他的设想一步一步的完成。那么他是如何获得利物浦的青睐，又是如何在德甲证明自己的？我们接着往下聊。20到21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，兰斯为了锻炼埃吉蒂克，将他租借到丹麦联赛的瓦埃勒俱乐部。他离开家乡，飞到一个在语言、气候、生活节奏上与他熟悉的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。来到瓦埃勒后，他任务也很明确，帮助球队保级。在丹麦联赛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压力。他的每一次的停球、拿球、突破都会影响到球队的命运。在丹麦的6个月时间里，他需要适应刺骨的寒风，也要一边把身体对抗、护球的姿势、低脚触球这些基本功调到比赛该有的频率。同时，他也学会了如何在高速节奏里把心态放轻松，让动作更加的稳定。更关键的是，他角色被重新定义了。瓦埃勒当时的主教练并不是把他当作传统的站桩9号，而是经常把他拉到边路，让他去和对方的右后卫1对1的对抗，利用第一步大跨步拉开身位，内切寻找射门的角度，或在禁区前沿与队友打2过1再杀进门前。有时候他也会回到中场做背身的支点，把球护下再分到边路。教练看重他的速度与技术，也看重他把推进变成结果的潜质，于是不断强调他的落点判断、拿球方向和对抗后的2次启动。在这样的角色切换中，他变得更有自信。在丹麦的半年里，他为球队出场了11场，打进了3颗进球，数据不算耀眼，但价值在于过程。他的决策更加果断了，出球节奏也更加稳定，身体对抗也不再吃亏。赛季结束后，他带着这份成长回到兰斯，开始把自身的特点稳定的输出。
到了21到22赛季的法甲，他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名季。这段从北欧寒风里走出来的经历，成了他职业生涯第一处重要的转折点，也是之后一切故事的跳板。在法甲联赛开打后前2个月，他替补席与首发之间来回的轮换，但对阵南特一场比赛中改变了外界对他的看法。他在比赛第70分钟替补登场，只用6分钟就梅开2度，将比分定格在3-1。从那之后，他的首发位置就越发稳固。整个赛季，他在法甲出场了24场，打进10球，成为蓝色队内联赛的最佳射手。对一个刚满19岁的前锋来说，这已经相当出色了。媒体与球探的视线迅速地聚焦于他。冬季的转会窗口，多家球队开始打听他的情况，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兰斯主席的办公室里面。其中纽卡斯尔开出了3300万欧元的诱人报价，力求将埃基蒂克签下。俱乐部当时其实已经基本接受，但他却没有离开的打算。他说：“我和兰斯之间还有一段故事要写。”这个选择让他获得了俱乐部与球迷的尊重，也让人看出他并非是那种为了一己私利背叛球队的球员。那个赛季他本来能打进更多进球，但他的腿筋受伤，缺席了3个月的比赛。虽然受到伤病的影响，他在21到22赛季依然非常的成功。也正因为这个赛季，他才真正进入欧洲各家俱乐部的视野。赛季结束后，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提出租借加买断的方案，希望将埃基蒂克签下。这一次，他选择离开从小培养他的兰斯，走进了王子公园球场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豪门俱乐部如何培养球员，也开始向世界级球员学习踢球的方式。他与姆巴佩、梅西、内马尔一起训练，从体能监测到视频分析，从站位到无球跑动，一切都更为系统化。他也成为他们身边的轮换替补。在巴黎第一个赛季，他为球队出场了32场，但只贡献了4球4助，没有再现他在蓝斯时那种出色的数据。或许与他大多时间充当替补角色更偏团队与签字有关。节奏与强度的变化也让他需要时间的适应。虽然如此，这些贡献仍为巴黎拿下了法甲的冠军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座重要的奖杯。到了巴黎的第2个赛季，球队激活他的买断条款，他以永久球员的身份留在了巴黎圣日耳曼。但接下来那段时间并不好过，随着阵容重组，他被排除在23到20赛季的欧冠名单之外，联赛也只有零星的登场。更糟的是，在夏季窗口快要结束时，巴黎为了签下穆阿尼，希望将他作为交易的筹码与法兰克福完成运作。俱乐部的这一举动让他非常的不满意，他选择拒绝离开，因为这个决定也让他与一线队彻底的分道扬镳，逐渐视为下个转会窗口要签的球员之一。比赛日的大名单时常无缘，只能随队维持训练的状况。冬季转会窗口一打开，巴黎便将他租借给法兰克福。为弥补穆阿尼转会后的空缺，法兰克福在租借协里加入了买断条款，如果他在德甲找回状态，便能以相对合适的价格完成引进。从风险与成本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安排。来到德甲2个月后，法兰克福就激活了买断条款，原因很简单，埃基蒂克逐渐找回了比赛的节奏，很快打进了在法兰克福的主责球，状态回升明显。尽管加盟法兰克福并非他的本意，但这里的对抗强度与空间利用与他的特点非常的符合。随着出场时间越来越稳定，以及角色越来越清晰，他准备迎来一场真正的爆发。在法兰克福的第2个赛季，埃基蒂克为球队在各项赛事出场了48场，打进了22球，并送出了12次助攻，其中在德甲就有15球。他也是当赛季德甲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，共有115脚射门。持球推进也是他的最强的进攻武器，他拿球后推进有44次转换为射门，同样位列德甲所有球员的第1位。凭借这些出色的表现，他被入选了德甲赛季最佳阵容，身价从1600万欧元涨到了7000万欧元。从接球启动、变速摆脱，再到禁区前沿的处理，他的威胁一以贯之。埃基蒂克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完美的赛季，他可以凭借这些数据作为跳板，加盟到一家顶级的俱乐部。在2025年的夏季转会窗口，
利物浦向他发出了邀请，他自然不会拒绝刚刚获得英超冠军的球队，他果断选择加盟利物浦。而25-26赛季，利物浦以7500万欧元将他签下，他完成体检后迅速投入了季前赛的训练。这么高的转会费肯定会引起大量的讨论，很多人会怀疑这笔转会费是否值得，但利物浦看中的是埃及蒂克进攻武器、持球推进、高个子中锋的制空与背身支点。相信看球的观众都知道，现今足坛优秀的大中锋非常的稀缺和抢手，利物浦急需像埃及蒂克这样的球员，能背身护球、牵制中卫、增强2点，并用无球的前插拉开对手的空间。刚刚结束没多久的新赛季英超第1轮，埃及蒂克就在首轮首发出场，并打进1颗进球。看样子他没有适应期，和队友的磨合度也不错。就看看他这个赛季会有怎样的出色发挥吧。以上就是埃及蒂克的人物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